現在的 iPhone 畫質早就不是只能隨手拍拍的水平了，但為什麼一到不能重拍的重要場景，我們大多數人還是很難完全把手機當成主力機？問題往往不在畫質，而是在失控的風險點太多，手持不穩，接口不夠，外設難接，長時間錄制還要擔心發熱、供電和存儲。手機能拍得很好和它能不能穩定完成一次拍攝其實是兩回事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回到 BRBD 的頻道。今天聊的是 iPhone 和鐵頭陨石的 iPhone 手機拍攝套件。相比如何介紹配件，我更想聊一個實際問題：它到底怎樣把一部畫質不錯的手機變成一套更可控、更容易完成交付的拍攝系統？先把結論說前面，陨石的價值不是把手機包裝的像電影機，也不是讓我們把所有配件一次裝滿，它真正做的是給手機補上3種原本比較薄弱的能力：穩定的結構、清晰的擴展路徑，以及長時間拍攝需要的可靠性。理解這3個層次後，你就不會再問這一套要不要全買，而是會根據自己的拍攝需求決定下一件該加什麼。第一步是先讓手機從拿在手裡變成穩定的握在手裡。陨石保護盒是整個系統的底盤，它提供固定結構，也讓手柄、hub、散熱和濾鏡這些模塊有明確的安裝位置。Force PD 手柄進一步改變的是操控方式，你不再只是捏着一部手機，而是可以像握相機一樣完成開錄、对焦或者变焦。它帶來的不只是手持更穩，而是拍攝動作更確定。越是需要連續性拍攝、快速開錄或者反復重拍，這種確定性越有價值。不過手柄不是裝上就結束，藍牙連接、模式切換、解綁和重新配對，對於新手來說還是稍微有一些學習成本，所以最好在正式開拍前提前練熟。如果第一次使用就直接帶到片场，很容易把不熟悉操作誤認為是設備不穩定。真正可靠的工作流永遠包括对設備的提前熟悉。第二步是解決手機接口不足的問題，它的底部拓展件提供了 SSD、HDMI 和3.5毫米音頻等擴展能力，底部的 ARCA 結構也方便接入腳架或穩定器。它的意義不是讓接口數量看起來更多，而是讓手機真正進入一套拍攝鏈路。需要錄制體積大的 ProRes 或 Log 素材時，外接 SSD 可以減輕機內存儲壓力；需要更準確的判斷构圖、曝光和焦點時， HDMI 外接显示器比一直盯着手機小屏幕更可靠。需要收音的场景下，外接麥克風和监聽能夠降低拍完才發現爆音、斷音或者沒有聲音的風險。如果通過 3.5毫米接口連接槍麥，還需要提前確認一下 TRS 和 TRRS 線材是否匹配。接口看起來一樣，內部接法不一定一樣。這種小問題一旦忽略，損失的可能就是整段素材。第3步就是讓手機敢於長時間工作。散熱模塊不能讓發熱消失，但可以把溫度從一個完全被動的問題變成一個更容易管理的变量。夏季戶外、室內長時間錄制、直播推流或者高規格錄制時，散熱和供電的配件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決定拍攝能不能持續下去的基礎條件。這裡真正需要搞清楚的是供電鏈路，設備從哪裡取電，手機是否同時充電，線纜會不會影響轉場。有經驗的老鳥都知道，供電越複雜，越要在開拍前跑完一遍完整鏈路，最後才是影像控制。之所以很多手機視頻看起来有一種生硬的监控感，並不完全是传感器或者算法問題，而是强光下快门速度过高，運動模糊不自然。ND 濾鏡的作用就是在亮度很高的環境裡減少進入鏡頭的光，讓我們能夠確保更合理的快門速度。陨石的磁吸濾鏡托盤能讓這一步更快，但安裝時仍然要對準、卡到位並確認鎖定。因為快不是省略檢查，而是讓我們把正確的動作練得足夠熟練。說到這裡，選擇其實就很清楚了。陨石不只有一種固定搭法，它應該從最小可用組合開始，隨着拍攝需求逐步擴展。如果你主要拍 Vlog、街頭或者旅行內容，最小可用組合就是保護殼、Force PD 手柄和 ND 濾鏡。它先解決握持、開錄和曝光3個最常見的問題。
室內和夜景需要補光，再加小燈；夏季或者長時間拍攝，再加入散熱。對大多數个人創作者來說，這套組合已經能夠明顯改善拍攝體驗，同時保留手機輕便的優勢。如果你的內容開始涉及客戶交付、長時間錄製或者更嚴肅的後期流程，再加入 Hub SSD、外接顯示器和麥克風，這個階段升級的重點不是讓畫質突然變得更好，而是讓存儲、監看、收音和供電都有明確的答案。畫面有沒有錄進去，聲音是否正常，素材是否持續寫入，這些基礎問題遠比多一個參數更重要。如果是團隊拍攝或者需要車內、桌底、貼地、狹小空間等特殊機位，隕石還可以再進一步接入腳架、穩定器、圖傳和完整的供電系統。但此時 iPhone 的價值也不一定是替代主力攝影機，而是成為一台體積小、部署快、能夠進入特殊位置的補充機位。這個角色更準確，也更符合手機影像在專業制作中的實際優勢。但配件越多，不代表系統一定越專業。當線纜、供電和外設不斷增加，手機原本的輕便、快速的優勢也會被逐步抵消。所以，真正合理的搭建邏輯，並不是追求完全體，而是每增加一個模塊，都能明確回答它解決了什麼問題。如果說不清，那就先不裝。無論使用哪套組合，我建議開拍前都要固定檢查5件事。第一，保護殼和所有快裝是否真正鎖緊；第二，供電口、數據口和線纜走向是否正確；第三，錄製鍵、存儲寫入和剩餘空間是否正常；第四，麥克風有沒有聲音，監聽是否正常；第五，散熱、供電和電量能不能支撐計劃中的錄製時間。這個檢查在隕石上只需要很短的時間，卻能攔住大多數最常見的翻車。所以我對隕石的最終判斷不是它把 iPhone 變成了一台真正的電影機，而是它讓手機拍攝變成了更有結構、更可擴展，也更容易預測結果。它適合已經開始認真做內容，希望用手機完成 Vlog、短片、客戶內容或者補充機位的創作者。所以從保護殼、手柄和 ND 開始，先把最小鏈路跑順，只有當存儲、監看、收音、散熱或者固定方式真正成為問題時，再增加對應的模塊。你買的不是一堆配件，而是在為每一個可能失控的環節提前準備一個明確的解決方案，這才是隕石最值得的地方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依舊，如果你有什麼不懂、不會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歡迎評論區留言，我們下期見。